鸦片战争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被史书打入秦桧这一档，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然而也有人说他不仅不是奸臣，而是一个被时代辜负的英雄。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这个人叫做琦善，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他的故事。琦善听名字就知道，他不是汉人，正黄旗出身，根正苗红，世受皇恩，属于祖上跟皇太极入关的满清贵族精英子弟。他敢于做事，很有魄力，和当时普遍堕落的八旗子弟很不一样。到1840年鸦片战争这一年，琦善的正式身份是一等侯爵、文渊阁大学士、两广总督、钦差大臣。他在与英方的公文往来中，得意洋洋地自称本大臣绝格不堂，可以说是位极人臣，胜券正龙，为同僚们望尘莫及。琦善和林则徐一样，也是禁烟的激进派。我们都知道，林则徐在广州禁烟，给历史留下了一个虎门销烟的词汇。其实当时干禁烟这项事业的不止林则徐一个，琦善在天津禁烟也很有成绩，他曾经查获鸦片13万两，也全都销毁了。都说同城是冤家，琦善对林则徐这个和他政见一致的人也不那么惺惺相惜，反而意见极大。因为琦善和林则徐都是能臣，一个是满人，一个是汉人，汉人得到重用，琦善心里多少有些不爽。尤其看到林则徐在广州立功，因为虎门销烟被皇帝嘉奖，更是心里有些嫉妒。鸦片战争开始后，琦善看到洋人的军队一路从广州打到天津，其实心里是幸灾乐祸的，因为林则徐显然要因为这件事倒大霉了，而琦善呢，他要利用这个机会立上一功。作为一个激进派，琦善也是主战的，不过这个念头在他真实看到英军的坚船炮利的时候动摇了。1840年8月11号，英军舰队抵达天津，看到英军舰队的时候，琦善震惊了。他此前听说过英军坚船炮利的话，但人是没办法想象他没见过的事情，所以琦善心中的坚船炮利和他实际看到的英军舰队的样子是有极大差距的。琦善作为激进主战派的信念被动摇了，好在他也不是一定要和英军开战。在英军来到天津的前一天，琦善收到了道光皇帝谕旨，上面说的是，如果对方态度桀骜不驯，就直接剿灭；如果对方态度好的话，咱们还有得谈。所以琦善就在这上面做文章，希望能让事情和平解决。在后来琦善交上去的报告里，说的是英军远道而来，是在广州受了委屈，来向皇帝申冤的。道光原本也是主战派，不过在收到琦善的报告和英国人呈上的照会文件之后，也转变了态度。因为道光看到的英国人递交的这份文件，上面的措辞姿态放得非常低，是说英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广州受到侵害了，他们这才派军舰过来求讨皇帝昭雪申冤。然而道光看到的这份文件其实是假的，英国人的原话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按照原文应该翻译成要求皇帝对英国损失做出赔偿，并惩罚涉事的官员。所以后来道光就给琦善下了2道旨：清朝大皇帝统一天下，对外邦一视同仁，你们外藩来中国做贸易，受了冤屈，我们自会秉公办理，不至于让你们受到欺负，你们掉头回去听候办理即可。俨然就是一副天朝上国天下共主的气度。至于林则徐，朝廷也是会处理的。道光是个老实守成的皇帝，没什么开疆拓土的野心，只想着把祖宗留下这份家业守住，就万事大吉了。所以他的执政风格偏向保守、节俭，能省就省，打仗是要花钱的。如果仅仅查办一个林则徐就能平息这场争夺，那对道光而言太划算了。琦善把道光的谕旨跟英国人进行沟通，这个过程由于翻译和双方世界观差别，肯定有很多误解。最后英国人得到的结论就是一切都可以谈，但是得到广州去谈。英国人就同意了，舰队南下打道回府。道光帝急了林则徐的职，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一同前往广州。到了广州之后，琦善和英国这边主事的查理义律通了几轮书信往来，琦善终于意识到他给自己揽了一个绝对不该揽的差事。双方的要求差距实在太大，英国人的要求是赔偿被焚烧的鸦片款，中英官员平等往来，割让香港岛，
赔偿欠款，赔偿出兵军费。琦善能给的是什么呢？只有承办林则徐，并准许英国人在广州继续通商。他最多还能动用一点内帑，赔偿部分被焚毁的鸦片。琦善没办法，只能拖，和英国人开了15轮会，来回说车轱辘话，玩文字游戏，终于把英国人拖到没有耐心了。可耐心告罄的英国人没有像琦善预料的那样离去，而是重新开战。1841年1月9日，英军攻占了虎门口的沙角大角，此战清军大败。琦善被彻底打醒了，明白以清朝的实力断然赢不了英国，于是同意恢复谈判。这时候道光收到了琦善第1轮谈判的奏报，他大为震怒。道光对于英国人提出的具体条件内容反而没有什么反应，他震怒的点在对方的态度上。道光认为英一是桀骜不驯，不能纵容，又给琦善下发谕旨，要他狠狠地打。然而琦善收到道光谕旨的时候，沙角大角之战已经结束了，清朝惨败。琦善在收到道光谕旨的时候非常纠结，打是肯定打不过的，那该怎么办呢？所以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违抗军令，继续跟英国人谈判。最后谈出一个川比草案，大概内容是赔偿600万两烟款，开放通商，割让香港岛。这只是一个口头的约定，但不幸的是，得益于清朝像筛子一样的保密制度，这个川比草约被传出来了，而且落到了林则徐手里。林则徐现在已经被免职了，但他在官场上的人脉还在。林则徐就鼓动当时的广东巡抚宜良把川比草约奏报给皇帝。道光在收到宜良的密报之后，果然大为震怒。这时候道光已经收到了沙角大角之战的战报，琦善虽然如实汇报了战况，却没有如实汇报谈判内容。道光可能是先入为主，根据之前接收到的信息，认为英军虽然船坚炮利，但是陆战不行。林则徐给他奏报过说，英军不敢登陆，厦门等沿海地方的清军之前跟他汇报的，也都是说通过艰难的作战赶跑了英军，所以道光不相信清军打不过英国人，他认为是琦善怯懦未战，故意夸大敌情。这时候正好宜良上报的密折到了，一下子证实了道光的猜测，道光就完全认为是琦善怯战，与敌人私自签订条约，这可不是小罪名。他不仅被革职查办，押送回京城，而且变成了大汉奸，不对，是满奸。琦善被押回京城后，开始调查他是否接受了英人的贿赂，查来查去都没有实据。接着英军一路凯歌，打到南京城下，道光只得同意和谈，签下了条款比川比草约更苛刻的南京条约。这时道光才意识到错怪琦善了，琦善对双方实力判断准确，而且当时争取到的确实是对大清最好的条件。到了道光年间，满人的政治能力退化严重，像琦善这样根正苗红的正黄旗，有才干的并不多，所以他又被道光启用去当驻藏大臣。琦善担任驻藏大臣时，侦办过一个外国人擅闯藏区的案子，被扣的外国人叫古伯察，是个法国神父。古伯察后来在回忆录中写下了他与琦善的这段交往，其中提到了琦善对鸦片战争、对政局、对中外政治制度的看法。在古伯察的描述中，当时60多岁的琦善是他们在中国人中所遇到过的最为庄重、最为和蔼可亲和最为才华横溢者。他喜欢夸耀自己对西方文化和欧洲事物的了解，喜欢当众阐释自己关于西方的知识，但当被提到他的短暂的两广总督经历时，他表现得很不自然。在他们彼此熟悉之后，琦善向古伯察打听义律的消息，他对义律颇为赞赏，也很为对方的遭遇担忧。他说，义律心肠很好，但他不会做决定。他被处死了还是被流放了？当古伯察告诉他义律仅仅只是下台时，琦善很感慨，你们的官吏比我们幸运，我们的皇帝不能知道一切，但他却判决一切，而任何人又从不敢对他的行为说三道四。如果皇帝说这是白的，那么我们就要跪下来说是这是白色的。如果他接着指着同一物品说这是黑色的，那么我们就必须重新跪下并回答说是这是黑色的。琦善还讲了1839年皇帝如何处理与英国人的重大交涉事件。
皇帝召集了包括他在内的军机处8名中堂，向他们介绍了南方发生的事情。他对他们说，有些来自西方的海上冒险家们表现出了反叛和不服皇威的事件，应缉拿他们并严惩不贷，以便对所有那些试图模仿他们不端行为的人做出警戒。皇帝表达了观点后，便询问军机处的意见。4名满族中堂和4名汉族中堂都一起跪倒，除了称颂皇帝英明之外，再未补充任何话。琦善说，他个人坚信目前中国人无力抵抗欧洲人，除非迅速改进武器和改变古老的习惯。但他从来都小心谨慎地不敢向皇帝呈奏，如果时机不对，他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有意思的是，一场战争，主角的红脸林则徐，主辅的白脸琦善都被撤职发配。2位钦差大臣虽然政见不同，但都有了独立思考，他们逐步认识到大清帝国需要改变了。但是跟林则徐一样，琦善是绝不会有机会对皇帝讲出这句话的。